要是台海发生战争，美国会来保护台湾吗？在外媒眼中，台湾面临巨大的战争风险，甚至判断第3次世界大战，台湾就是最有可能的引爆点。在俄乌战争开打后，我们很常听到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的说法。而在不久前，川普跟泽伦斯基上演一场震惊全球的争吵，让许多分析认为，美国既然打算放弃乌克兰，那台湾总有一天也会被美国出卖。但对美国来说，台湾究竟是什么？有什么理由要协防台湾？保护台湾到底有什么好处？国际为什么？我们为你解惑一个难解的国际现象究竟从何而来。今天想跟你聊聊美国到底会不会协防台湾，带你了解台美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情感纠葛。首先带你来看台湾跟美国究竟是如何从好朋友变成暧昧模糊的关系呢？最近这几年，因为乌克兰战争的关系，我们在新闻上越来越常听到有专家分析两岸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有些甚至还给出很具体的时间，认为2027年解放军就会越过台湾海峡攻打台湾。那不就是2年后吗？台湾处境这么危险吗？那如果真的出事了，会有人来帮助我们吗？而说到最有可能保护台湾的国家，你会想到谁呢？我想大家心里最直觉的答案就是美国。不过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2027年中国解放军攻打台湾，美国真的会来帮助我们吗？台美关系的现况是从中华民国政府1949年迁台以后多年累积而来。我们跟美国曾经是非常紧密的好朋友，还有美国总统曾经在任内访问台湾，但这样要好的交情后来怎么变了？甚至一度让台湾人说出美国人出卖了台湾呢？为了解答以上这些疑惑，这一集的故事会从1949年开始说起，结合国际局势跟两岸关系，一步步带领大家了解什么是台美断交、一中政策、战略模糊、以美论，最终替大家解答美国到底会不会保护台湾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跨越时间很长，加上又有很多的人名、条约、法律名称，这集的专有名词可能会稍微多一点，不过我们会用简单清楚的方式来说明，而且每一个段落都会抓出几个重点的关键字让大家理解。前面提到台美关系的起点要从中华民国政府迁台的1949年开始说起，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局势呢？简单来说，二战结束之后，中国国民党跟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夺中国的统治权又再次打了起来。美国总统杜鲁门选择袖手旁观，不再提供军事援助给过去的盟友国民党，甚至是中华民国政府迁台之后，也表明无意介入台海两岸局势，几乎可以说是要中华民国政府自己想办法活下去。但这个时候发生一件大事，就是韩战。而关于韩战的细节，在国际为什么第4集北韩的影片中有详细介绍，这里我们就不再重复。由于北韩的背后有苏联跟中共，当时美国已经跟苏联进入了冷战，反共的杜鲁门这时候才惊觉犯下错误，为了要防止苏联跟中共的共产势力在东亚进一步扩张，不能放任台湾自生自灭，才回过头保护台湾，下令美国海军第7舰队巡防台湾海峡，预防中共进攻台湾，把台湾纳入美国在西太平洋的保护范围之内。西太平洋除了台湾，还有日本、南韩、菲律宾这些美国的盟友，美国把这些国家串在一起，形成一条从北到南的岛屿防线，就是美国在冷战期间在东亚的重要反共阵线。在冷战的背景下，美国重新调整跟中华民国的关系，提供物资援助，也就是我们熟悉的称呼美元。后来还达成共识，合作抵抗共产势力的扩张，在1954年签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条约最重要的一条内容就是其中一个国家如果受到武力威胁，另一国有义务协防，也就是说中华民国获得美国的保护承诺，拿到一顶关键的保护伞。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也是我们这一段的重点关键字。防御条约对台湾最大的影响就是成立美军协防台湾司令部，正式在台湾派驻美军，军队人数虽然不到1万人，但这等同于美国协防台湾的具体起点。也因为有财政跟军事的援助，中华民国才在台湾站稳脚步。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中共会不会在当时就渡海攻台，都很难说。在确立共同反共的目标后，台湾跟美国的关系逐渐稳定，
甚至在1960年，美国总统艾森豪还访问台北，在总统府前发表演说，成为至今唯一一位在任期间访问台湾的美国总统。不过，这种跟美国互动的友好关系，一直到1970年代出现微妙的变化。1970年代的美国面对2个棘手的难题，一个是要持续对抗苏联，一个是打到国内民怨沸腾的越南战争。美国总统尼克森决定撤出越南，集中力量对抗苏联。不过，要怎么对抗苏联呢？尼克森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就是拉拢中国共产党，打击苏联共产党。当时中苏两国为了抢夺共产世界主导权，关系已经非常恶化。美国跟中共接触，让中共也逮到机会，想趁机解决在家门口的威胁，也就是台湾问题。中共不但要求撤出驻台美军，还要美国跟中华民国断交，更重要的是终止防御条约。面对中共要求，多年来美国都没有太多动作，一直到卡特担任美国总统的1978年，台湾命运终于来到最大的转折点。1978年12月16日凌晨2点，当时的新闻局副局长宋楚瑜叫醒了正在睡梦中的中华民国总统蒋经国，告诉他美国已经决定从1979年1月1日起正式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并与中华民国断交，同时还废止了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到了3点左右，美国驻华大使安克志也将这个讯息通知了蒋经国。后来卡特派特使来处理断交后续，结果特使一到松山机场，立刻遭到民众丢鸡蛋、丢石头，台湾民众群情激愤，认为美国出卖了台湾。A joint communique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January 1st, 1979.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ve agreed to recognize each other and to establish diplomatic relations as of January 1st, 1979. The United States recognizes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a sole legal government of China. Within this context,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will maintain cultural, commercial, and other unofficial relations with the people of Taiwan. 卡特之所以会做出这个决定，主要是经过前面几任美国总统跟中共累积的外交互动，卡特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才会决定正式承认所谓的中国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国与中华民国断交，中美关系也就变成了台美关系。考虑到国际局势的现实，跟中共有外交接触已经是美国政坛的共识，但卡特政府在处理台湾跟中国的问题上粗糙又仓促，向国会提出代替防御条约的法案，对台湾未来的安全问题讲得模糊不清，甚至认为没有必要提供台湾安全保障，也对于出售军火给台湾只字未提，这些都让国会议员大为不满。由于台湾问题不仅是关乎台湾的安全，还关系到西太平洋反共阵线的稳定。为了避免动荡，美国国会就在台美断交的1979年决定自己推出法案，来处理台美断交后的双方关系，也就是我们抓出的第2个关键字——台湾关系法。就像前面提到的，中美共同的防御条约是台湾重要的保护伞。美国除了给台湾援助，被攻击时还有义务保护。而台美断交后，这些承诺都不见了。台湾关系法就是为了填补这些漏洞而诞生的一部法律，成为美国跟我们断交至今台美关系最重要的互动依据。台湾关系法牵涉的层面很多，我们点出几个最关键的内容，就是规定美国政府要向台湾提供足以自我防卫的武器，而且台湾的前途一旦用非和平的方式来解决，美国会表达严重关切。好，台湾关系法就先说到这里。但上面这一段，大家是不是觉得有听没有懂呢？尤其是提供足以自我防卫的武器，是指美国只卖武器，不管台湾吗？但后面又说，如果发生战争，美国会严重关切。这个严重关切有没有包含派兵协防呢？如果你觉得听起来很模糊，绝对不是错觉，因为这就是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想达到的效果，也就是下一段我们要谈的重点——战略模糊。第2段我们要揭晓的是，在美国眼里，台湾到底是什么？前面关于台美断交前的故事，我们花了不少篇幅来介绍，正是因为那短短30年间的台美关系都跟重大的国际局势有关，每一个条约、
每一个决定都不单纯只是台湾或美国的事，而是有更多的大国角力在其中。为了让大家能更体会里面的紧张跟曲折，我们才会把整个过程用最简化的方式，尽可能完整呈现出来。好，这段我们继续来谈，在台美断交之后，双方之间的互动就是以台湾关系法为基础。不过在美国的眼中，台湾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存在？美国又怎么在台湾跟中国之间游走的呢？这里我们就接续上一段提到的美国刻意营造出来的战略模糊。那既然美国是用台湾关系法来跟台湾互动，那跟中国之间的关系又是以什么为依据呢？中美建交的过程陆续发表过3份联合声明，分别是上海公报、建交公报跟817公报。公报内容很多，双方都有明确传达出几个重要讯号，我们列出来给大家做对比。中国的主张主要是围绕在台湾的主权上，简单来说就是否认中华民国的存在，而且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也就形成我们常听到的一中原则。不过在台湾的部分，美国也在公报中表达了自己的立场。美国没有承认台湾的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是对中国的主张表示知道了，而且美国还是会持续卖武器给台湾。除了3个公报跟台湾关系法，再加上雷根政府的6项保证，这几份文件就形成了我们经常听到美国时常挂在嘴边的关键字——一中政策。讲了这么多，还是觉得有听没有懂，对吧？提出以上这么多的文件，美国却还是没有很干脆的把话讲清楚，不明确表态如果发生战争会不会协防台湾，也没有认定台湾的主权地位。而这个恰好就是美国一中政策最重要的价值，也是本段的第2个关键字——战略模糊。美国对台湾的战略模糊，具体来说有3个重点：模糊的台湾主权、模糊的两岸关系、模糊的美国保障。关于这种模糊暧昧的立场，学者分析其实是美国故意造成的。例如台大政治系教授郭明杰就认为，只要没把话讲清楚，中国会顾虑如果两岸发生战争，一定要做最坏打算，就是美国会真的派兵帮助台湾，届时该怎么办呢？正是美国的这种战略模糊，中国不敢升级冲突，台湾也不敢改变现状，两岸之间的平衡只要没有被破坏，反而能创造美国最需要的局面，就是稳定。而这个稳定，也就是我们下一段要谈的美国在东亚的核心利益。东亚盟友这么多，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战略核心是什么？在上一段，我们抓住了战略模糊这个关键字，不过在台湾定位上模糊不清，到底对美国有什么好处呢？接下来我们来谈美国西太平洋外交政策的核心，避免冲突跟这种模糊感有很大的关系。其实前面不断提到的台湾关系法，法案的开头第1句就已经把美国看待台湾问题的立场给说出来，那就是维持西太平洋之和平、安全与稳定。西太平洋有南韩、日本这些美国重要的盟友，而美国对这些盟友的态度跟对台湾的模糊感就显得很不一样。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OK are committed to the denuclearization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we've long been that way. The U.S. commitment to the defense of Korea is ironclad. You heard us say that a number of times, but that's just not a slogan. It is what we're all about. That commitment is ironclad. And our extended deterrence is at the heart of that commitment. 在这里，我们就以南韩跟日本为例，这里不但有大量美军驻扎，而且有别于台湾的战略模糊，美国跟日韩都有非常清晰的协防承诺。南韩跟日本分别跟美国签有共同防御条约，而签订的时间点也都是在冷战期间，所以一开始美国愿意协防日本跟南韩，也可以用围堵共产势力的逻辑来看。但是冷战结束了，苏联也解体了，日本跟南韩却还是有大量的美军基地跟士兵，协防的承诺也没有打折。而且这几年的发展也很清楚，美国在西太平洋抗衡的对象，从冷战的苏联到现在的中国，即便对象不同，却还是用冷战时期打造出来的防御架构，对中国、北韩造成国防压力，让这些国家不敢轻易造成冲突，改变现状。只要冲突发生，美军就可以近距离介入。
所以我们归纳出学术界对于美国西太平洋政策的核心目标，就是这一段的关键字：避免冲突。而这里我们可以用蒋中正反攻大陆的例子来进一步证实。自从中华民国政府1949年来到台湾之后，政府的主要政治诉求就是反攻大陆，尤其在蒋中正担任总统的期间，就不断希望美国可以支持他，甚至喊出1年准备、2年反攻、3年扫荡、5年成功的目标。蒋中正陆续提出过很多次的反攻计划，但美国的态度却都非常消极。虽然美国在防御条约的承诺下保护台湾，但并不代表会同意蒋中正可以反攻大陆，因为一旦两岸发生战争，美国一定会被卷入，稳定的现状就会被改变。You see, there are 3 levels to the Taiwan question from Peking's point of view. It's the haven of Chiang Kai-shek. Secondly, there's American military force. Thirdly, it's a province, in their opinion, which they want to have returned to the mainland. American military force is reduced on Taiwan, and if the Chiang Kai-shek government gives up in some form or other its claim to be the government of the whole China, and gives up the civil war and admits that it didn't win that civil war 23 years ago, then there can be, in my opinion, a bargaining process to prevent Peking taking over rapidly and by force the island of Taiwan. 由此可知，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政策核心，对抗谁并不是重点，重点是要维持现状。谁试图改变现状，美国就会反对谁。这点其实也跟我们在《国际为什么》第3集讲到中东局势的内容相呼应。美国在中东的政策核心是破碎化，而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布局也一样，就是要避免区域平衡被破坏，出现单一强权国家。在以上这些讨论中，我们可以证明，美国对台政策的重点就是战略模糊。但正是这种不明不白的模糊感，让台湾这几年逐渐出现一种论调，认为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不会管盟友的死活。而这也是我们回答美国会不会协防台湾这个问题上一定要认识的以美论。最后我们来聊聊，从台美友好到以美论，美国究竟会不会协防台湾呢？以美论是什么意思？而前面提到的战略模糊有机会变得清晰吗？最后这一段，我们将带领大家继续寻找美国到底会不会协防台湾的答案。所谓的以美论，这几年主要是出现在 COVID-19 疫情期间，台湾社会出现一种美国不会给台湾人疫苗的言论，进一步延伸到如果两岸发生战争，美国不会帮忙的观点。而这些以美论在乌克兰战争中得到强化。我们在开头提到，俄乌战争开打后，很多分析担心两岸也会发生战争，以美论也在这样的背景下发酵，认为台湾就像乌克兰，如果打仗了，美国顶多给钱给军备，但绝对不会派美军来送死。因为美国的战略模糊，没有承诺一定会保护台湾，所以台湾避免战争的做法就是要跟美国保持距离，避免刺激中国。不过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到底要不要协防台湾，台湾本身的立场或许才是关键。在这里，我们就稍微把视角拉到整个东亚来看。就像前面提到，美国有明确协防义务的国家是南韩跟日本，这两国有大量的美军进驻。不过比起台湾，日韩立即被军事威胁的风险比较低，但在提升自我防卫能力的积极度上，却还是远高于台湾。以日本来说，安倍晋三担任首相期间，就不断修正集体自卫权的定义，提升日本的自我防卫能力。南韩也在近几年研发许多武器军备，甚至成为世界前10大的军售出口国。日韩即便有美国的保护伞，依然持续提升自我防卫的能力。但台湾在这点上似乎就跟日韩很不一样。学者张国成在他的著作《美国的决断》就提到，如果制衡中国是美国不分党派的长期目标，那美国就会在东亚寻找合作的盟友，但合作对象连采购军备都推三阻四，要进一步规划成为美军在东亚制衡中国的军事基地，自然就很难成为可行的选项。台湾的军购案预算需要立法院通过，而如果在国会朝小野大，例如过去陈水扁执政的8年，在野党就曾经出现台湾买太贵，怕激化两岸局势的声音，导致军购预算延宕或是被大幅删减。即便美国要卖给台湾，
台湾不见得每次都能照单全收。不过美国的军售也有自己的问题，像蔡英文完全执政的8年，有好几笔对台军售美国延迟出货，至今仍未完全交货完毕。近几年美国智库分析认为台湾的国军战力以及人民抵抗侵略的决心不足，而根据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做过的民调也显示，有将近一半的台湾人对于国军的防卫能力没有信心，却有超过一半的人认为美国会派兵保护台湾。这种情况下，若台海发生战争，连台湾自己都缺乏防卫意识，等着美国来救，那美国为什么要帮台湾打这场仗？所以要安全来确保台湾的安全，国家认同提悬75%，就是台湾当前最重要的工作。确立国家的认同，台湾的民主才会当来强固起来，台湾的安全啊，才有法度确保起来。唔通干那你讲，美国人会甲咱斗帮助啦，这款的代志，家己都无要家己保护家己自己，家己都无要认定台湾，要叫啥人甲你斗帮助？虽然台湾的防卫意识令美国智库担忧，不过如前面所说，台湾对美国而言有着维持西太平洋稳定平衡的重要地位，所以在拜登政府任内，美国不止卖武器，甚至还拨款送军援给台湾。学者分析认为，这是美国政府意识到以美论在台湾蔓延的危险性，所以主动做出的调整。除了具体行动，美国也深知没有具体保障台湾的战略模糊是以美论发展的原因之一。在这一点上，美国政府的论述也出现有趣的变化。2021年时任美国总统的拜登，把台湾和美国有协防义务的北约、日本跟南韩并列，强调若有人侵略这些盟友，美国会做出回应。这番言论一出，引发震撼。这是美国总统数十年来对防卫台湾做出的最重大宣示。虽然事后美国官员说是口误，强调美国依然遵循一中政策跟战略模糊，但如果讲了好几次，还会是口误吗？拜登在任期间至少有4次表态，如果中国进犯台湾，美国会派兵协防。拜登接二连三的表态，美国政府虽然事后都以美国对台政策不变为理由回应，不过已经被许多专家认为，美国正在调整战略模糊，往战略清晰的方向靠近，也就是明确表态，若发生战争将协防台湾。例如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前主席哈斯认为，中国实力正在快速成长，已经不能用冷战时期的思维来看中国，继续采取战略模糊，根本无法制止中国入侵台湾的野心，所以要转向战略清晰，跟中国讲清楚会协防台湾，才能避免冲突。但不论是哪一种观点，从美国近年的外交政策来看，都是在战略模糊的前提下经营美中台关系。尤其现在川普上台，不管什么政策都主打美国优先。不久前被问到台海局势，川普的回答都围绕在台积电对美国的投资，没有正面回应是不是会协防台湾。所以在台湾的问题上，川普到底会怎么做？是维持战略模糊，还是转向战略清晰？台湾会不会面临跟乌克兰类似的处境？依然要打上很大的问号。Should China decide to isolate Taiwan or China decide to take Taiwan? Well, it's a very interesting point. It's a great question, actually, but this would certainly, I can't say minimize. That would be a catastrophic event, obviously, but it will at least give us a position where we have, in this very, very important business, we would have a very big part of it in the United States. So it would have a big impact if something should happen with Taiwan. 而许多专家学者也分析，对于美国协防台湾，其实不能过度乐观。例如学者张国成认为，光是在台湾驻守美军这件事，美国跟中国建交时就已经选择让步，实在很难想象美国会愿意为了台湾向中国开战。台湾能做的最好选择就是强化自己的防卫力量。张国成还认为，台湾需要美国远大于美国需要台湾，因为台湾目前在国际上的地位都需要靠美国来支持。台湾对美国的战略价值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高。另外，军事评论家彭正轩也认为，由于台湾特殊的战略位置，中国要是夺下台湾，会改写西太平洋的稳定局面。当稳定的情况被改变，美国必然不可能忍受，美国就会为了预防台湾被夺下后的战略局势，向中国宣战。所以只要台湾保持独立自主，可以让西太平洋的各个势力维持稳定，就能成为西太平洋的缓冲，也会是美中和平的基石。
彭正轩也强调，美国不会为了维持台湾的利益而行动，只会为了美国自己的利益而行动。那美国的利益是什么呢？就是前面不断提到的维持西太平洋的和平及安定。看到这里，对美国来说，台湾到底重要在哪里？如果发生战争，你认为美国会协防台湾吗？请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哦。国际为什么？我们下次见。这集的题目其实我自己也被很多人问过很多次，尤其是俄乌战争开打之后，台湾不断出现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的这种说法，所以我们想趁美国政权轮替的这个机会，重新帮大家整理台美关系的历史，还有呈现各方分析的角度，让大家来判断美国到底会不会协防台湾。对了，刚好这一集呢也有提到韩战，就顺便回复关于朝鲜的读音，我们是依照教育部字典最新的标示念成朝鲜，而不是朝鲜。我当时录影的时候这个读音也 NG 了很多次，在这里跟大家说明一下。欢迎大家继续用 hashtag 琪琪跟你说来留言分享你的看法与想看的主题。喜欢的话，别忘了按下你的赞与订阅。最后要大大感谢每位付费支持我们的频道会员，特别是每一位干爹干妈等级的会员，有你们的支持，可以让我们走得更远。